我已经28岁了，都说男人老了也就没皮没脸了，所以我决定老牛吃嫩草，去泡一个22岁的单纯男人。我的好兄弟知道了，大骂我是禽兽。可对方不过是年龄小了点，我喜欢他又有什么错？为了泡他，我苦学了几个月做饭，天天研究怎么逗他开心，甚至追到了他上的恋综。看在我如此苦苦暗恋的份上，我的好兄弟改了口，他骂我是恋爱脑。其实我不是，我只是一个男绿茶，妄图搅黄未来他和某位女嘉宾的恋情。哈哈，开个玩笑。总之，我有一个伟大的目标：搬湾暗恋对象。上恋综第一天，为了能在暗恋对象面前一展身手，我主动提出来为大家做晚饭。这群无情的人真就让我一个人去做了，只有暗恋对象弱弱的举起手，表示要帮我。我和富哥一起吧，他做饭有点难评，看吧。他心里有我，他在乎我，他愿意陪我做饭。那个时候我还觉得搬湾暗恋对象指日可待，意外很快来了。这档破恋综居然来了个女顶流，不顾死活地上综艺就算了，还总是对暗恋对象眉目传情。眉目传情也就罢了，完了还会稍显得异地看向我，我气得牙痒痒。他对我有什么好得意的？难道他发现了我喜欢暗恋对象，而我又恰好在某个活动中得罪过他？他上恋综来报复的，报复心真强。我都不记得什么时候得罪过他，不过圈内默认不报同，我估计他也不敢，也就只敢在节目里暗箭戳的恶心我了。眼看着陆延安那小子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我可太生气了，但碍于镜头，我只能一言不发。为了把心里这股气发泄出去，我切换小号，进了我和暗恋对象的 CP 超话。我要吃点粮缓解一下。最近超话里来了个新太太，产粮特别勤快，车速也快得不行，我简直是她的忠实小粉丝。由于我和暗恋对象只是3线小演员，所以我们超话的粉丝很少，最开始只有几千人，产粮的人也就寥寥几个，还有人因为 CP 太冷直接退圈了。我寻思这实在太寒棒了，于是花了大价钱给超话买粉。虽然磕 CP 的还是只有这么点人，但起码超话粉丝数看起来好看多了。虚假的繁荣也是繁荣。今天录制恋综的第一期是乐园主题，先男女分队，然后一起进入乐园做任务，最终的第1名可以获得一个神秘大奖。这女顶流果然是冲我来的，她选人环节拼命的不行，拿了第1后立马选了陆延安，选完后还一直用一种惋惜的眼神看着我。他什么意思？也就陆延安那小子被人骗了，还帮忙数钱。哦，忘了说，我的暗恋对象叫陆延安。录制期间，他拉着陆延安一直跟在我和我的队友身后，我们做什么他就做什么，无论是射击还是打球。更可气的是，陆延安这小子擅长那些游戏也就罢了，怎么他也这么擅长？害得我落尽下风，他在陆延安面前出尽风头。江姐好牛，江姐，你简直带我飞啊！眼看着陆延安像个啦啦队一样在他身边摇旗呐喊，我就气得不行。他一定是故意的，但是我从来都是一个内敛的人，所以我扭头就走，眼不见为净。为了清静点，我和队友找了一个鬼屋，结果江河又拉着陆延安风风火火的跑来，晕，连我队友都受不了了。不过幸运的是，几番交涉下，居然让我和陆延安单独进了鬼屋，那就暂时不吐槽那个顶流了。鬼屋的得币规则是尖叫次数，初始大家都有100币，中途尖叫一次扣10个币，下不封顶，也就是说甚至会倒扣。我是为了图清静才选择的鬼屋，所以我是不怕的。本以为陆延安会害怕，
结果他刚进去就对我说：“富哥，你不觉得鬼屋不让尖叫太反人性了吗？我们要是太冷静了，这里面的工作人员的多没成就感啊！”我忍不住窃喜，所以你是要全程尖叫，这样江河岂不是要破产了？不是啊，陆延安坏笑着凑近我，接着狠狠掐了把我的腰，尖叫从我喉间溢出，他笑着往里跑。我怎么会背叛江姐？富哥，这么有人性的事应该你来做。好啊，你个小兔崽子！接下来的10分钟，我和陆延安全然不顾鬼屋内的工作人员，专注于让对方尖叫，直到我只剩最后10个币了，这小崽子居然还要赶尽杀绝，看来真的要悄悄惩罚一下他了。眼看着快到鬼屋门口了，迎面滚来一块巨大的泡沫石，我故意将人扯进了怀里。本来我只是想抱一会儿，毕竟有镜头，结果这小子一个踉跄，唇齿相碰，我的唇瓣被轻咬着，他甚至还伸出舌头尝了尝咸淡。救命！直男都这么会吗？直男果然是直男，就算是亲了也能面不改色。陆延安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，一脸坦然的向我道歉，刚才脚滑了，对不起啊富哥。而我的耳根已经红得滴血。没事。陆延安没心没肺的笑了，大大方方的拉着我走出了鬼屋。江姐，陆延安脸上的笑容一秒消失。江姐呢？此时的我压根没心思管江河在哪，不要你了。陆延安立刻反驳，怎么可能？那你信不信我带你去找他？他一定和别的男人在一起。就算和别人在一起又如何？那江姐也是为了挣乐园币的，看来扳弯他首先得除掉江河才行。我们一边吃吃喝喝，一边绕着游乐园转了2圈，终于找到了江河。他果然和别的男人在一起。我指着不远处在和别人一起打球的江河，对陆延安说：“你看吧。”我就说你江姐不缺男人，然而陆延安却像个脑残粉似的为江河开脱，很明显我江姐是为了挣乐园币。我冷静的喝了口饮料，出声挑拨：“哦，是吗？我看他玩的挺高兴的。”陆延安闻言不悦的瞪了我一眼：“富哥你就嫉妒吧，今天第1名肯定是我和江姐，这档的第1名还真让江河拿了。”节目组准备的神秘大奖也很荒唐，胜利队伍可以一同去江景大平房度过美好的一夜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真的很难过。当初在鬼屋，我就不该让着陆延安，我应该把江河玩破产。奖品公布时，陆延安激动坏了，说着就要回小屋收拾东西。江河倒是没我想象的那样兴致高涨，他甚至没搭理一旁兴奋的陆延安。他究竟怎么想的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。我只是隐约发觉陆延安可能真的喜欢他，而他并不喜欢陆延安。半夜，我颓废的打开超话，想着吃点粮，逃避一下现实。要是实在扳不弯就算了吧，但江河不行，就算这小子铁直，我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陷进去。江河一看就不会正经谈恋爱。我裹紧身上的被子，发现劳模太太果然更新了。他不仅写了今天的乐园篇，开了首让人面红耳赤的车，还狠狠吐槽了江河。他在文中大段剖析了江河的养鱼心理，看得我都自愧不如。原来江河是这样想的，他居然上链宗养鱼啊！这太太的手速比节目组的剪辑人员还快，这一期还没播出，他的同人文就先写出来了。很明显，他绝对是节目组里的工作人员。果然还是旁观者清，工作人员都看得出江河养鱼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一切就都说得通了。为了不让陆延安这小子越陷越深，我决定给江河做思想工作。第2次主题录制是在海边，这次是个人赛，第1名的奖励是可以任意挑选一位嘉宾单独约会。这次比赛江河生病了，自愿当起了裁判。就在我纳闷赢了可不可以邀请江河时，陆延安举起手问导演：“那江河呢？”江河是裁判，属于放弃比赛资格。江河的另一条鱼
顾廷之又问：“那可以找裁判约会吗？”导演那边默了2秒，答道：“可以。我在心底默默盘算，到时候他们互相残杀，我坐收渔翁之利就好了。”一天下来，我发现陆延安和顾廷之都单纯的可以，江河怎么忍心对他们下手？当导演说出我是第1名的时候，他们2人同时松了口气。当我提出要选江河约会时，我甚至能看到顾廷之眼角的泪花。我带江河去了水族馆，镜头面前我不想说的太明显，所以我不停的暗示他，这些鱼是不是都很好看？他此时还没反应过来。对，那你可以把它们都带回家吗？我又问。我本以为这样他该懂我的暗示了，结果这女人也不知道是不是装的，居然摸着下巴认真思考了起来。我可以把这个水族馆买下来，那就都是我的了。大概没有人可以想象这句话对于当时年幼的我造成了多大的冲击。感情这姐就是什么都要啊，这就是资本家吗？我寻思着，连顾廷之都不带这样的。我努力克制自己的情绪，又带着江河来到江边钓鱼。大概是真的有点晚了，江河坐下调整鱼竿的时候，身体还套缩了一下。这么晚了，还有鱼吗？我把外套脱下来盖在他身上，讽刺道：“只要你愿意，什么时候都会有的。”这回江河终于听懂了我的暗示，可他真的好气张，他居然让我别兜圈子直说。我的姐啊，这么多摄像机摆着，我能直接对一女顶流说他海王？上恋综就是为了钓鱼吗？我和陆延安在鬼屋的片段节目组一定会删，但我要是和江河说这些，节目组一定会保留，甚至还会做成预告。我不要命了。于是我反问他，我想说什么？你难道不知道吗？江河势必要逼我直说，他满脸真诚的摇头。我甚至有一刻怀疑他不是装的。对视良久后，我败下阵来，陆延安，你对他家人们，我真的很想说你可不可以放过陆延安那小子？他就是个白痴，但我不敢，只能用眼神暗示他。良久，江河突然一脸了然，勾住我的脖子。哎呀，哥，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满脸写着懂得都懂。那一瞬间，我算是明白，江河是不可能劝动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哥还有备用计划。2次主题录制后，节目组安排了几天室内录制，这是我下手的最好时机。既然劝不了江河，我就撮合江河和顾廷之吧，让陆延安这小子无可乘之机。早上江河和顾廷之一起晨跑，陆延安也要跟着去，被我一把拦下。你没看人家顾廷之和江河一起出门的？他们明显是约好了的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陆延安委屈，可这只是个晨跑，我一起参加也不过分吧？你懂什么？江河邀请你了吗？你就去？那我也想晨跑啊，只是单纯的想晨跑吗？陆延安一脸莫名的点头。我拍了拍了胸脯，那副哥陪你，我明明挑了反方向晨跑，却还是不幸的碰到了江河和顾廷之2人。江河死死地盯着我和陆延安，似乎在压抑什么情绪。陆延安倒是开朗，朝他招手，江姐。好巧哦，没想到这次江河没有接话，只是点点头，然后平静的移开了视线。中午，我把顾廷之拉到一边，小顾啊，傅哥有事吗？我小心试探，你是不是喜欢江河？顾廷之立马拧起眉，怎么，你也对他有意思？我有些无语，没，我觉得你们挺配。我也觉得。顾廷之立刻眉头舒展，不过你那个小兄弟，让他离江河远点。江河不喜欢他，说实话，这位公子哥是真的挺欠揍的。论欠揍程度，他和江河可以说是绝配。他是这档综艺里唯一的素人，但身价可不低，是顾氏集团老总的独子，顾家唯一的继承人。该说不说，凭这档综艺最开始的制作团队，根本不可能请到江河和顾廷之这2尊大佛。我拍拍他的肩，故作沉重道：“那你可要看住江河，接下来的几天室内录制，江河比以往冷淡了许多。”这倒是让陆延安在天台喝起了闷酒。傅哥，我好难受，
陆延安其实没喝多少，就是容易上脸。我揉了揉他因为酒精而滚烫发红的双颊，无奈道：“他不值得。”陆延安猛灌了口酒，眼眶微微发红。傅哥，我和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。他吸了吸鼻，其实就算江姐不喜欢我也没关系。不知为什么，我忽然觉得这句话冥冥之中在告诉我，你小子的机会来了。但我一向是个内敛的人，所以我配合的灌了口酒。陆延安可能是真的醉了，也不避开镜头，赌气道：“主要是我不希望江姐和顾廷之在一起。”我叹气，此时的陆延安就像个孩子，我只能顺着他，哄他。那就不在一起。傅哥，你不问我为什么吗？我冷笑，因为你喜欢江河呗。才不是，见陆延安为了江河这么难受，我也不悦的闷了杯酒。好，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顾廷之配不上他。陆延安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瞟了一眼天台的摄像机。这一段不能播，只能花钱买下来。不买，节目组一定会播出去。到时候再随意剪辑一下，陆延安大概会被网友们的唾沫星子淹没。傅哥，难道你在节目里就没有喜欢的人吗？我喝酒的动作一顿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有啊，当然有，反正陆延安这种白痴是不会反应过来的。得了吧，傅哥，你骗谁呢？这几天你都快成我的跟屁虫了，也没见你和哪位女嘉宾走得近啊。看吧，他果然是白痴。本来是陪陆延安在天台喝酒，结果我倒是喝的比他还多些。我把喝空的酒瓶子扔进塑料袋里，又开了一瓶。你懂什么？你个小屁孩，弯恋直，还有谁比我更惨？我才是该在天台一个人喝闷酒的人。傅哥，我不小了，再说你年纪大，你敢对你喜欢的人表白吗？你连人家的小手都不敢碰吧？良久的沉默后，我大抵是疯了。陆延安不知所措的被我扣住下巴，没等他挣扎，就被我压在天台的铁栏杆上强吻了。陆延安先是被我压着吻了一会儿，接着才后知后觉，傅文景，你疯了！我拧着酒瓶站了起来，醉了。我拖着快要发软的步子，假装冷静地下了天台，没敢回头看陆延安一眼。我最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陆延安开始躲我，避我就像避瘟神一样，就连一旁的冷婷婷都看出来了。他端着一碗燕麦，满脸八卦：“你们好兄弟怎么还吵架了？”不知道。可能是小陆太年轻了，谁让这2天江河和顾廷之打得火热呢？见我没说话，他也不尴尬，还是自顾自地喋喋不休。要我说，这综艺请的嘉宾就不纯粹，一个个的不是无心恋爱，就是带有别的目的，我都想摆烂了。说完他还叹了口气，还是小陆单纯。我懒得接这句意有所指的话，敷衍了他几句后，去了超市。至少现阶段的陆延安拒绝不了我烧的饭。我一个人去厨房做了盘陆延安曾经赞不绝口的糖醋排骨。做好后，我端着糖醋排骨敲响了陆延安的房门。陆延安开门时，我居然在他脸上看到了几分憔悴。傅哥，我不要脸的跻身进了他的房间，给你做了盘菜。不用了，他回答的利落干脆。这大概是陆延安第一次在我面前这么冷。我愣了几秒，终于绷不住了。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亲你一下怎么了？你没亲过我是吧？又不是没亲过，亲你一下要你命了。陆延安没想到会被我一顿教育，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似乎被我说羞愧了。可是那天我直接掐住他的话头，那天是喝醉了。你就没有不小心的时候吗？再说你嘲讽一个28岁的男人不敢摸心上人的手，你就没错。陆延安被我撕蒙了，最终吞吞吐吐的向我道歉。我把糖醋排骨扔在桌上，佯装生气的离开了他的房间。说真的，我怕多待1秒就会露馅。不知不觉，恋综到了第1轮表白的录制阶段。这个时候，嘉宾可以选择自己表白，也可以选择其中一个人接受他的表白。不出我所料，那天过后，我和陆延安
恢复了从前的关系，陆延安就又开始追江河了。所以这次他选择对江河表白。就在我以为自己毫无希望，在厕所里抽了一根又一根烟时，江河突然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安慰陆延安。清冽的女声在电话那头响起：“陆延安哭了，你快过来。地址发给你了。”我哑着嗓子回应：“好。”其实我能料到江河会拒绝陆延安，但我没想过他会在拒绝陆延安后把我叫过去。当我风尘仆仆的赶过去时，陆延安像个小学生一样捧着一束花蹲在江河脚边哭。好了，摄像机都拍着呢，别哭了。我也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心情，大概是庆幸中夹杂着难过吧。庆幸江河没真的对他下手，难过他大概真的不可能喜欢我了。不喜欢也罢，弯恋直不会有结果这件事，我兄弟早就提醒过我了。是我自己非要往火坑里跳，可能是年纪大了，单身久了，才会这么轻易对一个人一见钟情。可能我兄弟真没骂错。江河为什么表现得这么奇怪？终于有了答案，他居然是我和陆延安的 CP 粉，还是我录制综艺期间一直在追的同人太太，是我亲手拉进群的同人太太。我甚至给太太准备了一份礼物，但打死我都想不到他居然是江河。毕竟哪个正常人会在同人文里写自己，还虚假的剖析自己的养鱼心理啊？他在掩饰自己的身份，而我却当了真，一心一意觉得江河在养鱼。这件事报上热搜的时候，我们还在室内录制，周围人的眼神突然变得怪异，周边的氛围也莫名的诡异。直到冷婷婷好心提醒了我一句：“富哥，看热搜。”我才在热搜看到赫然几个大字，江河同人女后头还跟了个爆。这姐妹写的文被转发了100万条，热度根本压不下去。我已经分不清究竟是江河社死了，还是我和陆延安社死了。毕竟他写的大多数都是肉，现在是我和陆延安的肉文被广泛传播，好丢脸。陆延安受到的冲击显然比我更大。江河前脚刚退出录制，他后脚也提出要退出录制，甚至当晚就收拾行李要走。以我对陆延安的了解，他不可能会反应这么大。被写同人文的艺人这么多，大家的态度都很包容。不过既然他都退出了，我也只好退出。傅老师，要是连您都走了，我们节目就得停录了呀。我们现在找不到这么多人顶替，导演不停的在一旁劝我。现在我们节目热度最大的就是你们3个，他们2个已经走了。您再走，我们节目就真的做不下去了。我能理解导演的心情，可现在就剩我一个人，不如直接大换血。剩我一人也扛不起收视率。最终我还是交了违约金，退出了录制。下周综艺后，我无论怎样都联系不到陆延安，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就连他经纪人都不知道他跑哪去了。我把好兄弟叫到家里来喝酒。怎么，那小朋友你没追到？我默不作声的给自己倒酒。喂，你一大男人，别整天为情所伤的。傅文景一把年纪了，别把自己搞得这么狼狈。什么叫一把年纪？我年纪大就不配搞暗恋吗？我把酒杯砰的放在桌上，未等我说话，我兄弟两眼放光。对，就是这种气势。傅文景，你要是喜欢就直接冲，别犹犹豫豫的。原本呼他的话被我咽了回去，可我怕把他吓跑，他现在不也跑了？要我说，你当初就该直接表白，快刀斩乱麻。现在哪个年轻人还像你一样磨磨唧唧的从朋友做起？我这好兄弟自己的感情都一团乱，指点起我来，导向的大师。可我现在连他人都找不到，我觉得我的暗恋大概真的要无疾而终了。那天晚上，我拉着兄弟在家喝到了凌晨。嗡嗡，也不知道是哪个神经病，半夜给人打电话。我接起电话，没好气道：“喂，有屁快放！”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就在我以为是什么骚扰电话时，一道熟悉的声音传来：“
副歌是陆延安，我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眼。即使就在刚刚，我还对朋友说，老子以后再喜欢直男就去吃屎。陆延安那边倒是情绪稳定，语气平和，认真。副歌，我有些话想当面对你说，我现在就在你家楼下，你可以下来见我吗？好，你就站在那，我马上下来。挂了电话后，我手忙脚乱的起身收拾自己。一旁已经喝趴下的兄弟被我吵醒，你特么半夜发什么疯啊？我没空搭理他，只是走之前叮嘱他，你就给我待在这，别跟着我。朋友莫名其妙，什么？那你还回来吗？回应他的只有关门声。夜色融融，万籁俱寂，月光星银点点洒落。陆延安就坐在楼下的长椅上，神情认真，坐姿乖巧，与我一身酒气跌跌撞撞跑下楼的他模样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见我下了楼，陆延安立即从长椅上站了起来。副歌，他盯着我新长出来还没来得及剃掉的胡茬，愣了神。我干笑着摸了摸下巴，故作轻松的捶了下他的肩。怎么，副歌还不能长点胡子？你这么晚把我叫出来，要不说点好事？你小子完了。陆延安的嘴巴很好看，即便是素颜，原本的唇色也红润的快要掐出水。他抿了抿唇，酝酿了好一会儿，才缓缓开口。我也不知道，这对你来说算不算好事？我心下一紧，打断道，我知道了，你不用说了。副歌，陆延安拉住正欲转身的我，今天你无论如何也要听我说完。我怕这些话过了今晚，我就不敢说了。我其实见他紧张的说不出话，我的手攥得更紧。我直接替他说了，你其实不喜欢我，我知道。你不用，不，我喜欢你。陆延安激动的打断我的话，副歌，我发现我好像真的喜欢上了你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江姐写的那些东西，还是什么，总之我就是喜欢上你了。我知道，副歌你有喜欢的人，但是上次你喝醉了，可以把我当成他，说不定以后也可以。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很卑劣，你想拒绝也好，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打扰你。见陆延安鼓足了勇气说了这么大段话，我觉得我真该感谢江河。这家伙看起来不像是我搬弯的，更像是被江河的同人文搬弯的，看来准备好的礼物还是要寄给他。若不是深夜的凉风吹散了几分醉意，我真会觉得自己是在做梦。我狠狠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。很好，不是做梦。脑子里突然想起今天朋友对我说的话，直接 A 上去啊，傅文景，你就不该犹豫。最后迎着陆延安惊诧的目光，我毫不犹豫的吻了他。傻子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你。微凉的夜风徐徐吹来，月亮昏晕，我的暗恋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句号。番外1-2年前的一个晚上，傅文景刚从剧组收工回来，他拖着疲惫的身体沾床就睡。凌晨，隔壁的音乐声混杂着尖叫声，把刚睡下不久的他吵醒。这是剧组给他租的公寓，隔音效果特别差。他气得走到窗边抽烟，隔壁还是很吵，像是要把整栋楼都闹翻，简直太没素质了。连抽5根烟后，他决定让隔壁安静点。他裹了件外套就出门了。他站在隔壁门口，犹犹豫豫的打着副稿。待会儿他一定要把对方大骂一顿。就在他抬手敲门的间隙，门被人打开了，他手都抬到半空了，开门的人正是陆延安。那时他还只是一个皮肤白皙，染着一头银发，打扮潮流的毛头小子。可即便是这样，傅文景还是对他一见钟情了。陆延安问，你找谁？有事吗？傅文景把到嘴的指责尽数咽下，一个拐弯就变成了，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？陆延安挑了挑眉，接着热情的表示，当然可以。那晚傅文景加入了他们的派对，陆延安的热情照顾使他困意全无。直到第二天早上，剧组开工，打电话让他回去做妆造。你是演员？傅文景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，那时候他连3线都算不上。算是吧，
陆延安倒是激动起来，哇，那好巧啊，我上个月也刚签了一家经纪公司，傅文景把烟掐灭，你也要做演员？当然，我可是考上了戏剧学院的。那期待以后与你合作。最后他们交换了联系方式，在1年后也成功合作上了。那部剧傅文景是男二，他悄悄举荐了陆延安饰演男三。陆延安也没让他失望，成功通过了试镜。在剧组的那段时光，傅文景教了陆延安很多表演上的技巧。渐渐的，他们处成了剧组里最好的兄弟。傅文景喜欢陆延安，但他的试探就像蜻蜓点水，陆延安根本感受不到分毫。无论是带他回家专门给他做饭，还是生病了给他买药，陆延安都只把他当大哥。傅文景头一回喜欢上比他年纪小这么多的人，所以他对陆延安更多的是包容。就算陆延安看不懂他的暗示也没关系，他不停的告诉自己要慢慢来，别把人给吓跑了。剧播出后，花絮流出，他和陆延安有了小部分 CP 粉，一定是陆延安太木了，所以他喜欢在他们的 CP 超话里潜水，慢慢的变成了他们的其中一员。这对傅文景那看不到希望的暗恋来说，是个逃避现实的好地方。番外2，陆延安视角1，其实我是个狂热的追星族，而我的爱豆就是江河。我初中的时候，江河就出道了，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喜欢上了他。我天天刷舞台，买了他的海报，贴满了整间房间。他的专辑我更是按筐买，就连高3深夜刷题时，我都要循环播放他的抒情歌。换句话说，我是因为他才进的娱乐圈。所以当我在恋综上看到江河时，我真的想去网上开个帖子，详细分享一下追星成功一种怎样的体验，或者是和爱豆一起上恋综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。总之，我当晚就激动的失眠了。其实我最开始完全没有指望江河能在恋综上喜欢我，因为我其实是他的事业粉。所以激动之余，我希望江河能迷途知返，上完综艺赶紧回去准备下次的舞台。我甚至在电脑上做了个思维导图，分析了一下江河要是喜欢上这里头的男嘉宾，我该怎么拆散他们才行。唯独没有分析我自己。我没想过哪天我的爱豆会喜欢上我，不过我可能并不是一个坚定的事业粉。江河上恋综还就真的处处选我，被偶像选当然会很高兴，所以我迷失了一阵子。我觉得如果江河非要选一个人喜欢的话，那还不如是我。现实终究是骨感的，录制了好几期我才发现，我的爱豆不是头脑发热的恋爱脑，而是头脑发热的 CP 脑，还是磕的我本人的 CP。 这种感觉真的很微妙。作为事业粉，我应该对他很失望的，可我没有，我甚至还去看了他写的那些露骨的同人文。在此之前，我一直觉得江河是一个单纯的姐姐，很有趣，很幽默，打游戏很厉害，对男人不感兴趣。这次恋综还真让他在我面前的人设崩塌了。原来他这么懂，不过粉丝对偶像永远都会更溺爱，更偏爱吧。即使他这样，我也还是会继续支持他的。起码舞台上的江姐是闪闪发光的。我喜欢上副歌的心路历程真的很神奇。上恋综前，我纯粹把他当做好大哥。上恋综后，我一心一意放在我那不争气的爱豆上，直到我和他接吻了。其实鬼屋那次是我的初吻，就这样莫名其妙的给了一个男人，我只想赶紧忘记这件事，所以我装作不在意的对已经红了耳根的副歌说，刚才脚滑了，对不起啊副歌。因为是第一次接吻，我出于本能伸了舌头，仅仅是一瞬间我就收回去了。对方可是个男人啊，我提醒自己。第二次是我在天台，哭我那仿佛被顾廷之勾了魂的偶像。副歌借着醉意强吻了我，那一刻我能清楚的感知到副歌好像喜欢我。难道就因为我上次伸了舌头，副歌就弯了？简直是罪过。
所以我一连好几天躲着富哥不敢见他。我心虚，直到富哥端着我爱吃的糖醋排骨进我房间，把我劈头盖脸一顿骂，我才相信他没弯，而我却差点把自己想弯了。就在我以为所有事情都回到了正轨时，我那任性的爱豆又出事了。他上恋综居然是为了磕 CP， 现在队友粉都在劝他单飞。就算我对他很失望，但和队友粉吵架的时候，我还是会嘴硬。那就让我姐美美的单飞吧，可我是正主，还是他笔下的小受。我实在不想为了他和队友粉吵架了。看了他写的文后，我再也不敢支持富哥了。他写的同人文多数是以富哥为视角，而我恰好发现很多都和现实对得上。我熬了几天夜，把他写的同人文全部看了一遍。每看一篇，就会让我回想起与富哥相处的细节。天哪，我已经无心追星了。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傅文景，满脑子都是那2个吻。在天台上，我能直观的感受到富哥对我的喜欢，可他后来的态度又让我觉得他喜欢的另有其人。万一富哥是直男怎么办？毕竟他也说了，那2个吻代表不了什么。我一个人在家心烦意乱了1个月，我敢确定我喜欢上了他。终于在失眠的第3晚，我跑到了傅文景家楼下。我要表白，我必须告诉他我喜欢他，只有这样我才能安心。就算是失恋，也比这样抓心挠肝的强。夜风微凉，当醉醺醺的富哥跑下楼时，我觉得我比他还疯。